近段时间以来，美伊局势骤然升温，让整个中东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。而就在最近，伊朗突然提高浓缩铀丰度，并表示有能力将铀235浓度提高到90%。这已经达到了制造核武的标准。根据央视新闻在1月5号的消息显示，自从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以来，美国就不断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，这在近几年里显得尤为明显。为了反击美国的做法，伊朗开始逐步减少伊核协议的执行情况，并在近日将浓缩铀丰度提高到了20%，这是自伊核协定签署以来的首个最高峰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相关消息曝光之后，整件事在外界眼中已经开始变得危险起来。尽管目前的丰度距离90%的制作标准还有很远，但是伊朗原子能机构却曾经表示，如果有必要，伊朗会使用 IR2M 浓缩铀离心机和 IR6 离心机，这将使得伊朗的铀235丰度大幅度提升，有能力达到90%的门槛。只不过伊朗不会尝试这么做。不过很显然，以色列当局并不相信伊朗的话。在1月4号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公开表态，伊朗将浓缩铀丰度提高，已经在表明德黑兰有了准备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打算。以色列会不计一切代价阻止伊朗的野心。而早在2018年的时候，美国那会儿刚刚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，以色列就第一时间发表了一份伊朗说谎的演讲，声称发现了伊朗在首都德黑兰的地下藏有核材料储备。有一说一，就目前这个情况，伊朗在中东的局势已经相当不妙。不论是否提高浓缩铀丰度，美国和以色列想打伊朗的算盘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美国如今的总统想要翻盘败局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，让美国进入战时状态。而以色列呢，早就是对伊朗血海深仇，哪怕美国不想折腾，以色列也会找机会推美军一把，即使伊朗投降都不会罢手。从短时间的观察来看，美军和以色列已经在为动手找理由和时机。从美军 B-52 轰炸机编队连番边境巡逻，到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编队的去而复返，甚至美军 F-35在深夜公开闯入伊朗领空等行为来看，美以正在压缩伊朗能够回旋的战略空间，要么被动收缩，要么主动反击。但不论哪一种，伊朗都不会有一个正面收益。因此，在不少观察人士看来，与其被美以两国钝刀子割肉，不如干脆放手一搏，赌一赌浓缩铀相关技术能不能为伊朗带来极具威慑力的核武装备。有越南媒体 SH 就认为，德黑兰在2018年就开始恢复铀浓缩研究，这一次德黑兰很可能不是在开玩笑。近段时间以来，我军各项新式装备不断对外亮相，井喷般不断出现的先进装备让很多网友直呼过瘾。也就在最近，我军74集团军的一个炮兵旅开训动员会上，我国再有一款新式装备登场。此前唯一一次展示还是在2019年，在1月4号，我军陆军第74集团军在当天上午召开了一场开训动员大会。而从公开的相关照片来看，其中出现了一款颇为陌生的厢式火箭炮，这一点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。当时很多人猜测，导弹造型很眼熟，这可能是之前某款装备的改良型号，比如 AR3。不过很快有细心人士发现，这款陌生的厢式火箭炮其实在2019年的阅兵上亮相过一次，而且这也是它唯一一次对外展示。当然，与2019年那次亮相的不同的是，当时火箭发射筒是8连装的模块，而如今却是10连装的模块，这一点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调侃。这是火力不足恐惧症进入 ICU 的程度。从外形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是使用了300毫米的火箭炮模块，使用的是万山特车底盘。有消息人士透露，相对于老款的 PHL-03 自行火箭炮来说，新式火箭炮的发射筒更紧凑了，火力更猛，精准度更高，机动性能也更强。而且作为一个模块化设计的火箭炮，300毫米的火箭炮模块还能更换成370毫米模块和750毫米的弹道导弹模块。
可以说是我国火力不足恐惧症的经典延续。作为我国制造的装备，自然也就继承了我国装备的传统特点：便宜、皮实、操作简便。据知情人士称，新式的厢式火箭炮武器系统理念中，刻意简化了操作难度，达到了后台专家型、操作傻瓜型。而且为了追求效率，新式的厢式火箭炮还配置了自动化的装填系统，原本人工装填需要1个小时左右，现在直接缩短到10分钟，大大增强了战场上的火力支援频率。此外，在设计之初，我国的科研人员就是走的低成本设计理念，对生产成本、使用损耗进行了一个平衡，3枚火箭弹的成本才能赶上1枚导弹的价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曝光出来的新式厢式火箭炮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，而且这还是在火箭炮本身人为射线的情况下。由于国际上对于火箭炮的认定最大限度就是300公里，超过的按导弹算，所以为了方便对外军售，我军的火箭炮通常都是卡在这个限额。如果有需要，随时可以对火箭炮本身进行微调，进而超过该数值。那么联系上服役的集团军是我国常驻于广州的第74集团军。这款装备在射程上就很有说法。就地理上的距离来说，300公里足够覆盖东南某岛上绝大多数的机场和军事基地。按照我国的生产力，恐怕战斗打响的第一时间，火雨就彻底覆盖东南某岛了。运20鲲鹏运输机突然现身南海岛礁，为何说时间和地点选得很巧妙呢？而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？根据媒体报道，近日有卫星拍摄到运20鲲鹏运输机降落在南沙群岛的永暑岛，降落时间大概在12月25号。因为这是我军最大的军用飞机首次被发现降落在南海岛屿，也因此引起了外界的注意。首先，我们发现运20出现在永暑岛的时间点上很是巧妙。进入年末，美军在我国周边海域的行动愈加频繁，甚至有外媒炒作我军将在近期夺取东沙岛，因此运20的出现很合时宜。此外，根据海南海事局的报道，从12月29号起，我国海军将在海南附近的海域进行大规模海上军演，为期10天，从2020年跨越到2021年。此次军演，三亚军港成为主战场，包括山东号航母等大批军舰都聚集三亚，可谓声势浩大。而运20运输机卡在南海军演的时间前部署永暑岛，极有可能与此次南海军演有关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运20作为战略运输机，肯定是起到支援军演的作用，为军演现场运输物资的任务。但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，此次运20不仅在降落的时间点上选得很巧妙，在降落地点的选择上同样很巧妙。如果说此次运20真的仅担任前线补给任务，并且同时考验岛礁起降任务的话，实际上完全不必舍近求远，像西沙的永兴岛之类，离三亚港口要更近，更符合战略补给的需求。那么为何运20要跑到差不多远1倍的永暑岛去呢？这或许说明，如果此次海军演习以岛礁作战为目标的话，运20同样是作战的重要一环，并且还将负责低到远距离投放空降任务。运20除了能运输物资，还可以运输空降兵以及装甲车。而港媒南华早报指出，在几个月前，运20测试的涡上20发动机可以使运20运输机增加20%的运载量，使其可以运输像99A 这样的重型坦克。而这些空降兵、装甲车与坦克一落地，便能成为即时战力。运20能很大程度上提升夺岛部队的机动性，增加夺岛效率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运20将在未来的岛礁作战中还能发挥如同071型船坞登陆舰与075型两栖攻击舰类似的职能。在岛礁作战时，运20将在战机的掩护下实现快速突防，并将战力从空中投放敌区的任务，与海上登陆部队相互配合。这说明我国的岛礁战略实现立体化作战方式，而这也是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研发出来的另一种意义。另外提一句，无论是运20运输机首降南海岛屿，还是参与海上军演，此次我军的行动都被外媒解读为解放军不再克制。近年来，我军也是不断加强南海诸岛的管理，利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在南海岛礁上建设了不少设施，使得我们的运20也能在岛屿上起降。这样的举动无疑增加了我军对南海诸岛的管理。